德国 F-35投产，以色列已占领拉法过界口。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访问埃及。俄罗斯大规模袭击乌克兰能源系统。苏洛维金正式回归。乌克兰展示定制版艾布拉姆斯。洛马推出 F-35专用高超音速导弹。新加坡 F-16坠毁。美军对零时机投资400万美元。德国 F-35投产，但生产地点呢发生了变化。据报道，德国政府已经选择在位于德克萨斯州沃斯堡的美军总装和检查设施组装专门用于德国空军的 F-35A 飞机。此前呢，德国国防部和洛克希德马丁计划利用设在意大利卡梅里的工厂来生产向德国供应的 F-35。随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通过官方新闻稿证实了这一消息。虽然德国飞机的最终组装和检查将在美国本土展开，但是该公司声称其中一些关键零部件将采用欧洲制造，这些组件将分别来自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德国对国防发展的限制是极为严格的，以至于在起初，德国政府对 F-35缺乏兴趣。然而，乌克兰局势改变了他们的观点。德国国防部说服联邦议院，他们认为能够携带核武器的 F-35是德国空军现役的龙卷风战机完美的上位替代。所以在2022年6月，德国豪掷80亿美金订购了35架 F-35。而现在这种情况就变得非常诡异了。德国取消了原定于意大利生产的 F-35，转而要求在美国生产。从正常眼光来看呢，这无疑是一种舍近求远的行为。因为在欧洲生产不仅能极大程度地降低成本，还能让德国的资金回流欧洲，促进欧洲本地的国防工业发展。除此之外，在欧洲本地组装 F-35， 那必定会有一些关键性技术留在欧洲，这将会在未来为欧洲国防科技的发展提供新的活力。德国明显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去年7月，德国知名国防军备公司莱茵金属就宣布要生产400架 F-35的关键零部件，而地址呢就选在莱茵河下游的韦兹。而在美国组装不仅没有这些好处，组装零件还要从欧洲运到美国，组装好的 F-35又要从美国飞回欧洲，耽误时间不说，还要多出一笔额外的费用。所以这条新闻呢一经爆出，就立刻引起了讨论。目前尚不清楚改变制造地点是否会对莱茵金属造成麻烦，以及后续造成的其他影响。同时，德国改变制造地点的原因也没有官方解释。大兵认为，造成该结果的大部分都是政治因素，所以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俄乌战争的影响，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其停滞了30多年的国防工业体系都开始再次复兴。以莱茵金属为例，其炮弹产量在2年之内增加了10倍。所以现在媒体预测，原定于2027年交付德国的 F-35可能会提前1年交付。5月7号，以色列军队于夜间进入拉法东部。以色列国防军第401旅以及控制了加沙地带和埃及之间的拉法过境点。据以色列军方声称，他们收到了情报，有巴勒斯坦武装正在利用该过境点进行军事活动，所以他们暂时封锁了该地。同时，在拉法东部，以色列国防军吉瓦地旅在该地区与巴勒斯坦武装交火，并开始摧毁地下隧道系统。以色列军队于5月8号表示，以色列军队自从进入该地区以来，在拉法进行了100次空袭，并杀死了30名武装分子。在以色列展开对拉法行动的同时，美国对此表达了不满。2名美国政府官员透露，拜登政府已经警告了以色列，一旦他们进入拉法市区，就会暂停对以色列的武器供应。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证明了该说法。在参议院拨款国防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他表示，美国正在审查对以色列的新一批援助，这批援助包括1800枚2000磅炸弹和1700枚500磅炸弹。根据 CNN 的报道，拜登政府之所以暂停对以色列的援助，是因为担心这些武器造成的影响，并且干扰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迈克尔·库里拉将军也展开了对埃及的访问。
据美国军方声称，这次访问的目的呢，主要是沟通埃及军方对地区安全的看法。在开罗期间，库里拉将军会见了埃及国防和军事生产部长穆罕默德·扎基以及埃及武装部队参谋长奥萨马·阿斯卡。大兵认为，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问题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分歧。美国希望尽快稳定中东的局势，而以色列希望一边打一边谈，好在谈判桌上获得更多筹码。俄罗斯大规模袭击乌克兰能源系统。5月7号到8号夜间，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司令米克拉·奥列舒克中将在5月8号报告说，俄军发射了21架 Shahed-136、131无人机和55枚导弹，其中包括45枚 Kh-101-555巡航导弹、4枚口径海射巡航导弹、2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1枚伊斯坎德尔 K 弹道导弹、2枚 Kh-5969巡航导弹和1枚 Kh-47金扎尔航空弹道导弹。而乌军呢，拦截了其中的80%。乌克兰能源部长赫尔曼·哈卢先科随后发布了报告信息，在当天晚上，俄军对乌克兰境内的6个地区的发电和输电设施进行了打击，并造成了严重后果。目前，乌方并没有公布具体是哪些设施遭到了打击以及破坏的程度，但乌克兰能源系统已经发出了通告，表示由于能源短缺，未来乌克兰所有州都将迎来交错式的暂时性断电。如果形势继续恶化，乌克兰能源控制中心会发布紧急关闭令，届时乌克兰全境的民用电力可能会被断电。除了能源系统，俄罗斯这次还袭击了赫尔松州的铁路基础设施，迫使铁路管理人员减少基辅至赫尔松和基辅至尼古拉耶夫路线沿线的火车班次。俄罗斯国防部声称，他们这次针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和国防工业企业，目的就是降低乌克兰生产军事物资并将西方物资转移到前线的能力。本次俄罗斯的大规模空袭呢，是从2024年3月22号以来，俄罗斯第5次针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大兵认为，接下来几周，俄罗斯会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最大限度地利用乌克兰现在缺乏防空弹药的处境，直到北约的防空导弹到达乌克兰并装备乌军。同时，最近几周，俄罗斯还会增加对乌克兰的交通系统的打击力度，同样是为了延缓北约军援抵达前线。最近一段时间呢，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一段视频，视频主角呢是俄罗斯前空天军司令、前特别军事行动司令谢尔盖·苏罗维金。其最著名的战役呢，莫过于苏罗维金防线，即在第聂伯河左岸的防线。2022年11月，俄军在乌军解放赫尔松之后撤退到这里，并建立了一系列防御工事。在乌克兰2023年的反攻中，苏罗维金防线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乌军一路反推的攻势，并促成了俄乌战线陷入僵局，转向战壕战的局面。该防线共有4道，总共120公里长，主要是战壕和火炮阵地构成。在一些不太好挖掘战壕的地方，比如卡霍夫卡和新卡霍夫卡市中心，苏罗维金还建造了大量的混凝土掩体，并依托赫尔松州的第聂伯河和运河部署了大量地雷。同时，苏罗维金提出的诸多战术思想也成为俄军目前的主流，比如对乌克兰的能源系统展开袭击。然而，苏罗维金也是瓦格纳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对于俄罗斯国防部来说呢，瓦格纳就是一块肥肉。虽然苏罗维金的军事素养不错，但一直担任要职，让国防部无法对瓦格纳下手。所以在2023年1月，他的特别行动总指挥的位置被格拉西莫夫代替。5个月后，瓦格纳发动兵变，受到该事件影响，苏罗维金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俄罗斯国防部也删除了有关他的信息。然而，最近有多个俄罗斯军事博主声称，苏罗维金已经返回了莫斯科，并将重返国防部。这种猜测呢，来源于伊万诺夫事件的发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大兵这期视频。目前呢，国防部长绍伊古及其党羽均受到了此事的影响，而且最近同属因瓦格纳事件而被贬的9名，同样也获得了普京的青睐。更有消息传出，9名将会替代绍伊古出任俄罗斯国防部长。
如今苏罗维金回到莫斯科，不得不让人联想，他是否也会替代格拉西莫夫再次成为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夺回自己的位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2024年海空空间活动中推出了新型高超音速导弹，其名字来源呢以速度和灵活性而闻名的鲨鱼轻鲨。洛马公司的导弹和火控部门高级项目经理里克洛伊表示，对于美国海军来说，轻鲨是一个多任务、高性能而且经济实惠的武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还在展台上展示了一个视频，视频中呢显示 F-35A 能够在内部携带6枚轻鲨。轻鲨的开发工作呢始于2017年，最初计划用于空军的替代攻击武器计划。与大型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不同，轻鲨导弹具有一定的快速反应能力，使其适用于各种不同射程的任务。轻鲨导弹长4米，直径33厘米，其战斗部仅有59公斤。这个重量呢，对于反舰导弹来说似乎是有点低了。不过该导弹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5马赫，勉强是够到了高超音速导弹的门槛。与目前主流的高超音速导弹采用的冲压发动机不同，该导弹的发动机采用了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同时其弹头形状也没有采用高超音速常用的成波体，而是传统导弹的圆锥形弹头。由于没有原型机，其可靠性是有待观察。根据洛马的说法，这种设计能够在极大程度上降低导弹成本，同时能在多个平台上使用这种武器，比如说垂直发射井。综合目前信息，大兵认为轻鲨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拥有末端变轨能力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其高超音速原理有可能和弹道导弹一样，是利用重力加速度将导弹加速。5月8号中午，一架新加坡共和国空军的 F-16在起飞后不久于登嘉空军基地坠毁，飞行员成功弹射并逃脱。事后呢，新加坡空军发布声明，表示这次事件发生在中午12点35分，飞行员驾驶 F-16起飞时遭遇了某种问题，促使飞行员启动了紧急程序，设法从飞机上安全弹射，随后飞机坠毁在登嘉空军基地。新加坡空军证实，这名飞行员在弹射后在一定程度上受伤，但仍有自我意识，并且还能行走。之后医务人员迅速对其进行了救助，该事件没有其他人受伤。这起事件呢，是新加坡空军装备 F-16 20年来首次坠毁。F-16 最后一次有记录的事件呢，是发生在2004年5月，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次夜间训练任务中。可悲的是呢，该事件导致飞行员丧生，随后的调查将坠机归于人为因素。国防部长黄永红承认对最近的坠机事件表示失望，并会表示继续详细调查该事件。新加坡的 F-16 机队最新进行了升级，以提高其作战效率，预计这批战机将服役到21世纪30年代中期。这些增强功能呢，包括增强目标跟踪和交战能力的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以及用于精确打击的新型导弹。未来，新加坡计划用 F-35 取代其老化的 F-16 机队。今年2月，新加坡宣布再购买8架 F-35A 喷气式飞机，以补充现有的12架 F-35B 型。美国陆军今年将花费至少400万美元来扩大其在基地的所谓食品亭。食品亭呢，其实就是一个售货机，能够为士兵提供三明治、糖果、薯条这些几乎没有任何营养、属于典型的垃圾食品的食物。士兵们对售货亭主要抱怨，许多设施的食物和营养质量很差，在大多数情况下，售货亭里都备有来自小卖部的食物，但是由于复杂的内网结构，士兵又不能直接使用餐卡。相关调查显示，售货机里的大多数食品含糖量过高，而蛋白质和其他关键营养素含量低。男性士兵平均每天应摄入约136克蛋白质，虽然他们无法从小卖部获得这些蛋白质，但可以轻松获得超过100克的糖。美国心脏协会建议男性每天添加糖不超过36克。陆军服务部门发言人马特·阿赫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陆军食品计划的董事会目前正在制定一项长期计划，为士兵提供健康食物，并正在探索更多选择。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